这一次几乎看不到增厚的部分。其实我个人的研判，这个就是人启动，类似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闪击战的概念，而且远香火它的范围最远可以达到480公里，可以打到石垣岛的这个位置。今年海峡雷霆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做过一次模拟高雄永安的主气槽了。那这一次他们要飞越中央山脉，因为火箭弹它的远地点比较低，日本防卫省它未必可以侦测得到。如果台湾的国防部也不公布，那它可能有试射，我们都不知道。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最新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是正义使命2025这一场军演，全台大包围。中国大陆在这时候秀出了军事武器秀肌肉，另外一头中俄则是联手挑战美日拒止战略。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这一场，在今天解放军东部战区正式宣布的正义使命2025演习，是在做全台的包围。它是在演习吗？还是回应因为美国在同一时间释出的最新的美国国防部2025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当中，特别指出了解放军现在手中拥有的武器包括了核弹，接下来可能会破1000枚，东风31飞弹也会部署，加上9个航母在做扩编。第二件事情，这一场军演大家也在看说，解放军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秀他的军事肌肉？这个当中，我们今天会关心的是多款的飞机，还有多款的飞弹、航母，哪一个才是最可怕的武器？哪一个才是解放军的杀手锏？整套的体系又代表着什么？最后来关心到的是大陆现在控制台海，俄罗斯的方面则是从这个北方4岛来做压制。那么美日现在它的拒止战略还能挡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是来自于今天的最新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它的发言人正式的宣布了启动正义使命2025的演习，演训的范围包括了全台的各个范围，像是台海、北部、西南、东南、东部等等。那么演训的内容，它这边当中提到了，包括了海空的战备警巡、夺取综合治权、要港要域风控，还有诸多种的联合突袭等等。这是同一时间，是巧合吗？因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发布了2025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当中提到了说有关于大陆的核弹数量，他说在2030年将会正式的超过1000枚，包括现在他们也提到了蒙古的边境发射警群可能部署超过了100枚的东风31洲际弹道飞弹，直指美国本土。那么中方还计划再建造6艘的航母，也就是说到2035年总数量将可以达到9艘。这是美国的军力报告当中，他们也特别提到，担心在空中解放军的战力也在持续的扩张当中，不管是这一些隐身战机，或者是陆基5代战机，或者是舰载电载机等等，加上改装运的这个20B 的反隐身预警机，都是美方所担忧的。大陆同时间也在这边公布了它的新一代的歼20A 隐形的战机，疑似挂载4具大型的副油箱。好，这个是有关于空中战力的部分。报告也直指了中国对台接下来会有4种的作战的策略选项，包括第一个是不开战，直接做胁迫；第二个是火力打击，还有第3个海空封锁，跟最严重可能会到登陆作战。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一次的大陆的军演，这一场叫做正义使命2025，到底是针对台湾，还是针对美方做的这个评估报告来做一个公开的回应？解放军跟习近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号？刚刚提到了多种武器，不管是歼20航母、1000颗核弹、东风系列飞弹，哪一个才是中国大陆未来真正的杀手锏？委员怎么看？我们看这个问题，我来做个比喻哈，就像鸡蛋，台湾就是蛋黄区，日本、美国是蛋白区，这个就是解放军在演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为什么台湾是蛋黄区呢？因为所有问题因为台湾而引起的，不管是台湾自己要引起，或者是外界环境所造成要引起的，台湾都是蛋黄。蛋白呢，就是日本以及会来跟日本协同作战的美军，或者是日军跟美军协同作战。不管如何，大概就是美军跟日军大概只能到蛋白区，蛋白区也许范围很广，一直到关岛都有可能。那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演习？这个演习当然比上一次利剑演习强度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这个演习呢，也是直奔这个裴洛西。那我们要观察一件事情，有没有飞弹飞越台湾，像上一次一样，会不会有更密切的火力，那么经过台湾，还是只是在外围24海里外有所动作？这一点呢，明天就知道。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解放军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做什么？因为他刚好就在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昨天结束，所以他今天早上7点半宣布演习，把演习的规划海空域要怎么管控，做了一个对外的宣布，所以飞机以及船舰不可以进入这相当的一个区域，那有一个区域可能要做火力演习，所以统统要避开。那我们问的问题，他在表达什么讯息？第一个，我个人判断他应该在表达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军售111亿美元在表达抗议，在表达不满。那第二个呢，应该是在对于这个高市早苗以台湾为有事的理由，要准备出兵来介入台海战争，所以他特别在台湾北部进行这个武力的演训，这一点就是在隔离开宫古群岛以及台湾岛本身未来日军想介入的一个空间，所以很明确的要传达这样的讯息，给日本知道说你要介入就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尽管解放军有这些动作，那真正的杀手锏是在于说，北京是不是有拿定了政治的决心，要用武力处理台湾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解放军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演训，演训完毕就回家吃晚饭。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解放军这次的军演，包括针对了美国、针对了日本、针对了台湾做了一个警告，包括多个有关于军售上面的一个警告。那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小舰长怎么看？刚刚也提到了特别多款的武器，不管歼20航母、千颗核弹、东风系列，哪一个是接下来需要做担心的部分？每一个都是，而且当他们形成了体系化的时候，这个才是最难防御的部分。我们从印巴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其实只要形成体系化，那可以长短互相弥补的话，那其实不用最先进的装备也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如果我们看到今天早上东部战区所公布的这些讯息的话，其实这是今天早上7点半他最早公布的是相关的一个作战区域，8点钟他公布了说，他要进行这个快速机动立体布势以及体系风控。我刚刚一开始点出来的就是体系风控的部分，然后他在11点20的时候，他又再做一次新的，也就是检验了一体协同、夺取治权能力。那这一个为什么？我们来看对比上一次它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个海峡雷霆的部分的时候，它只发一次。为什么这一次2次发的这么琐碎？其实我个人的研判，这个就是人启动，也就是临时中央军委一下命令，他就必须做到，所以他只能够依据现有的状况来进行发布那到底人启动的部分呢？我们以前也就多次提到，其实它也就是类似像第2次世界大战的闪击战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说会有集结，会有征后，那其实这一次几乎看不到征后的部分。那如果讲到体系化的部分，是不是真的出动体系化？如果我们看今天早上相关的 Flight Radar 24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来讲已经出现了2架无人机在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这个位置。那另外还出现了运8反潜机，也是在这个高屏峡谷这个位置。这个高屏峡谷指的不是陆地上的，是海面下的。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再向西延伸的话，就是我们海军的反潜第6区。那为什么他们立刻就位呢？主要的目的也就是他们在演练，如果台湾的潜舰如果出动的话，他们是不是能够立刻的封控？那我们现在大家讲到的都是这些歼20东风31或者是
无人机的部分，我们不要忘记了，美国总统他每一次在做海外的一个兵力展示的时候，他一定想到的是航空母舰。所以我们现在同样的来看看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在哪里。我们如果看到16号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艘黄色的就是辽宁舰的部分，然后12月21号我们已经看到2艘，这个是青岛的海军基地啊。那我们看到白色的这一艘，其实也就是后来从三亚北上的这一个福建舰，可是现在只剩福建舰了，辽宁舰去哪了？辽宁舰已经出发了，那它去的位置其实我们还不能确定哦。那如果说按照刚刚郑源老师的说法的话，其实这一次应该会有实弹射击。为什么会有实弹射击呢？因为只有在2022年那一次环岛军演的时候，他将所有的这一个区域都提供了经纬度。那其实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也提供了经纬度。但是我们看之前的联合利剑，那个对我们来看它的公开资料的话，其实都没有经纬度的。那这一次有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它真正的目的可能有很多想法是说可能会打导弹啊。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从2019年到今年的93阅兵，解放军在做的是什么？解放军其实主要的就是拉出它的PCH-191的这个远程箱式火箭弹。那这个火箭弹我们来看，这个前一次的这一个中国军力报告，它里面就特别的提到说，2022年8月的那一次，其实远香火就有进行试射，而且远香火正好它的范围最远可以达到480公里，可以打到石垣岛的这个位置。这一份报告是出自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报告，不是一般坊间大家的捕风捉影。那如果说现在在东南有这么样一个区域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飞越？那可能对于台湾人心造成的震慑是会更大的哦。另外，我们看到刚刚我们讲到的是 PCH-191那个远香火的部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解放军还有 PHL-03这一颗飞弹，其实可以对应台湾的西岸，因为它的最远的距离可以到达150公里哦。那但是它不会攻击陆地，它最主要的也就是攻击海上的目标哦，那个就是超远区的部分哦。那我们现在讲这样，其实也就是上一次今年在做这个海峡雷霆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做过一次，就是模拟高雄永安的主气槽了。那这一次他们要飞越那个中央山脉，但是问题在于啊，那国防部会不会公布？而且因为火箭弹它的远地点比较低，所以那个有关于日本防卫省，它未必可以侦测得到。那如果日本不公布，那我们台湾的国防部也不公布，那解放军本身他每一次都没公布，那他可能有试射，我们都不知道。好，谢谢小舰长。我们刚刚是针对这场军演，特别就它的军事武器的细节、军力战力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析。那其实这个战线我们现在也扩大来看，因为现在也在看说，不只是台海这边看起来危机之外，其实把中俄的角色也加进来，能不能包括了针对于美日可以做到一个区域拒止？今天也会一起的来做讨论。因为俄罗斯也最新宣布了，从明年的元旦开始呢，会在北方四岛周边军演，而且时间会长达2个月。当然了，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日本是立刻强烈的抗议跳脚。那这4座岛屿，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画面上，包括了有国后、色丹、石舞跟泽捉这几个地方，日本把它视为是北海道外围的领土，但是俄罗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说自2战结束前是立刻他们就派兵占领，所以这个是他们千叶群岛的一个部分。俄国外长在此刻拉夫罗夫也特别跳出来说，如果台海升温，莫斯科绝对站在北京这一方，一边是中俄，一边是美日区域拒止，还管用吗？宽哥怎么看？来跟各位谈哦，其实，在演习当中，校正一直是一个艺术。为什么校正是一个艺术呢？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的前后顺序来看一下哈。昨天蒋万安才当天来回做了所谓的双城论坛，
那今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大家开始接到消息了。接到消息完之后还没有太明确，10点钟那个消息就非常的明确了哈。解放军现在已经说了，针对台湾的东西南北，总共会有所谓的5大实弹区。那这个5大实弹区呢，这次特别标线的叫无限高，同时他也把区域方块全部画出来哦，就说在特定的时间点呢，有限航有7个空域。会有7个空域，这7个空域呢，所有的飞机是不能够进来的，因为这个时间点我们要进行演习，所以第一个国际的一个道义，他有去履行到哦。但这时候我们要回头去谈另外一件事情，习近平怎么说解放军的呢？习近平希望解放军叫做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所以这一次突然间的正义使命的2025，就如同刚才舰长所说的，它是突然间发布出来的。那突然间发布出来之后，现在各位这很多事情可是环环相扣。为什么是环环相扣呢？第一个。2026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2026年，美国的军事支出正式要超过1兆美金。那为什么正式要超过1兆美金呢？因为他们这时候发现了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巨人已经开始出来了，这个巨人叫做解放军。解放军目前不管是造机能力、造舰能力、无人机的一个能力，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哈，他们怎么做？因为他们那个很多的工厂，其实国外有去破解哦。他们看完就是说，天哪，你们那时候让他去做手机真的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过去就从商用开始，很多部分开始去转军用了。那这次呢，到底会不会对于台湾造成所谓的一个威慑？我们要持续再来说。但最近其实两岸是不平安的。为什么两岸是不平安的呢？有很多的一个议题，这个我们也不再跟各位谈了，因为这当中谈过太多了。但现在重点是什么呢？现在重点很简单，现在重点就是一方我就是要一直增加我的武力，一直增加我的战舰，一直增加我的军备，我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对美国来说呢？美国它现在就是我无论从美国阿拉斯加延伸下来到日本、到韩国、到台湾、到菲律宾、到越南，我要把这条线给堵起来。那为什么堵起来呢？因为关键中的关键是，如果解放军的海军，今天不管是它的航母，不管是它的动物，不管是它的潜水艇，越过了第一岛链完之后，各位没完没了了。各位晓得太平洋有多大吗？太平洋比7大洲全部塞进去都还要更大，所以过了太平洋之后，进入深水区，各位完全找不到。可是完全找不到之后，开始往前走，走完之后，美国不管是东半部，甚至于连中部都会遭受到威胁，这个是美国过去没有遭受到的威慑。再来谈另外一件事情，2025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过去中国解放军无论怎么发射飞弹，洲际弹道飞弹怎么射，往内陆射，往蒙古射，往青海射，往新疆射。这是第一次，他们发射了东风31之后，从海南沿路飞到了关岛之后，往北飞到后面，各位飞到哪边呢？他特别有通知美国，所以这件事情美国说我是知道的。他飞到了菲律宾的东方，他一趟路下来，从上往上折是折到夏威夷的东方，它代表我能够飞11000公里。所以现在大家正在对话当中，还好目前是校正，还好目前这个是演习。可是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哦，如果说有一天这件事情真的成真的时候，全世界会怎么样？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观察。那当然，现在解放军需要一场演习。为什么需要一场演习呢？因为最近包括了日本的一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包括了台湾的军售，很多事情他要做出回复。可是演习是对中国军方的一个交代，还是说后面有后续的一个发展？这个我们要等一下再来说。但中国的造船、制舰、制飞弹的能力真的是实在强。好，接下来关心大陆的双航母福建舰穿过台海，不是巧合吗？我们等一下会关心，包括了山东舰也出来，还有004核动力航母上线在即。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看到是大陆的航母时代是否正式的全面启动呢？我们会一起来做解读。昨天台海确实不平静，看到中国大陆最新的航母福建号正式的航行，那么穿越了台湾海峡。那另外一方面，同一天大陆第一艘自制的航母，这个是山东舰，则是成军达到了6周年了。那在这个之际呢，低调的迎来了成军6周年的这一年，是不是这个时间是巧合呢？我们稍微做一下回顾哦。2019年的12月17号，当时呢，山东舰它就是在这个海南三亚这边交舰的，舷号是17。那央视也做了一个定调，当时山东舰的整体设计其实是更优化、更合理的，可以搭载很多的舰载机，编队指挥能力上就是更可以更上一层楼的，也为后续包括整体在福建舰上面的研制打下了一个关键的基础。山东舰上面有什么主力？我们也来看到，就是它的歼15飞鲨战机，它的一些优势包括可以控制住
这个制空制海、远洋的掩护、打击空海陆岛屿，所以它被视为是一个海空作战的一个多面手。好，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山东号现在呢在中国大陆的航母发展中如何扮演所谓的承上启下的角色？那它接下来对于包括了整个福建舰的研制是提供了哪一些关键的经验？只能目前搭载歼15吗？未来有没有机会搭载歼35？赖老师怎么看？歼35能不能上这个山东舰，要看它的重量了哈，因为我们都知道，由于没有助推器的话啊，它就会涉及到它的重量能不能在这么短的跑道啊，能不能够推上去啊，这个会牵涉到未来歼35它有没有为这种这个滑跃式的航母本身所设计啊。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福建舰它是歼35可以上。歼15也可以上，它反而是多功能的，因为它连这个空中预警机固定翼的它都可以上得去啊，这代表这个推力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山东舰会引起这么高度的一个关注？最主要是因为它是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买的第一个，也就是完全废弃的这辽宁号的时候，辽宁号买进来，它其实连动力都没有。那不用讲它的作战系统，什么都没有，就是连线路也都没有，而且当时乌克兰也不给任何图纸都没有。那也就是中国大陆买下这个辽宁号的时候是一个壳但只是根据这个壳来去推断了解这个航母本身的各种功能跟它的运作的方式。那根据当时的定位，就把辽宁舰认为是科学试验舰，最早的定位是在于科学舰，也就是说，透过买的这个壳子，然后打造出第一艘的辽宁号以后，就作为一种科学式的研究，摸透了、弄清楚了以后，那我们看到它转变成为训练舰，现在就变成战斗舰了。所以它是经过这3个阶段的一个发展，在这个3个阶段的发展中，它累积下来的知识。就给这个山东舰的运用了，所以山东舰就是完全是在自主知识产权情形下所设计出来的。在这个设计的过程里面，也就了解了这个配电的一个方式。它最主要的为什么后来在福建舰，当时美国人说，你福建舰绝对不可能用电磁弹射，当时的推断是绝对不可能，因为电磁弹射跟蒸汽弹射不太一样，电磁弹射它必须要在瞬间把它的电能给它到最大的容量，然后让它能够发射出去。那因此当时美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工程师都说你绝对不可能。可是大陆在山东舰的基础上了解的这个航母本身的配电使用，把它优化以后，当时中国大陆最重要的那位工程师，他本身就认为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电磁弹射的。因为它是透过配电优化的方式，然后把这个电能容量，那它里面就运用了很多的 AI 的技术在里面了。换言之，也就是说，他当时的推断说，当我要用它的时候，我可以把很多不必要的这个电，把它都节省下来，那么用给这个电磁弹射来使用。那事实上证明它成功了。我想。这个山东舰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功能，是在于自己做出来的航母，那就有利于福建舰的发展。好，我们看到大陆的航母不断的在进化，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拿来跟美国的航母来做比较的话，结果如何呢？我们也持续看下去，包括了大连造船厂现在在建的是004，它的004型的航母。南华早报在这边特别做了一个披露，说004呢不只是大陆首艘的核动力航母，而且关注到它的吨位比美国福特号还要大最多20%，而且还可以配备4到5条的电磁弹射器，可以搭载90架以上的舰载机跟大型无人机。目前我们看到在舰载机的数量上面，福特号现在是75架，现在预估004航母可以到90架的舰载机，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那004航母不只是配备这个核动力，它的吨位我们刚刚说了，超越了福特号。大陆的航母真的有机会超越美国吗？厉将军怎么看？
马汉的海权论，他讲哪一个国家能够掌握到海权，这个国家就拥有全世界的财富。那我们从历史的轨迹也证明是如此哈。从欧洲最早的大航海时代，他们到亚洲这边来，建立了很多殖民地，然后掠夺了很多的财富。英国因为它能够打败法国哈，建立了所谓的日不落国。那现在来讲，我们看到美国来讲也是雄霸全世界。借着它11艘的核动力航母称霸全世界，担任全世界世界警察的这种角色。所以中国如果说是以前是纯粹只是陆权的国家，它如果说是国家未来想要致富来讲的话，当然势必它要发展海权。那发展海权，第一要务当然就是要有海上的这种航空母舰当做作战平台。所以我认为中国继这个辽宁、山东跟福建号之后，下一艘那究竟是这个福建舰的姊妹舰，还是传统动力，还是核动力？哈，这个当然很多居民都在关心，也在推测。那据我推测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两者它都有哈，可能这时候在建的这2艘，一艘是福建舰的姊妹舰，还是传统动力，因为它的优点就是这2艘军舰的官兵或者作战性能很快可以进入状况，很快可以学习。当然核动力来讲是未来中国航母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因为从大概上个礼拜吧，在伊朗的外海里面有一艘中国的货轮，美军就借口说这一艘货轮是运送军用物资要给伊朗，将这条船扣下来了，而且将船上的物资销毁。那试问一下，如果中国的航母战斗群有这个作战能力，远到印度洋的话，那美国还能不能够那么简简单单的就将这艘货轮扣押下来？对。那现在由于它的还都是传统动力嘛，这3艘的动力系统还都传统动力，那出门来讲都要带着奶妈、带着补给舰才能够行远洋。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它最远的地方也只不过到第2岛链，甚至于说要到澳洲，但是好像还没有去哈。所以我认为他为了发展他远洋作战实力，将来未来一定会有核动力航母。那最近也传出说它的动力可能是土基熔岩的这种新型的核子反应堆的系统，所以我觉得这可行性以及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好，大陆已经目标计划突破第2岛链，往更远的远洋去航行。那可是对于目前台海在第1岛链这边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一起来看，包括福建舰它不是穿越台海的当天哦，结果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前雄3飞弹总工程师这一位是张晨，他就说了，其实呢，早在民国90年，台湾就已经掌握，当时解放军他们有规划一个6个航母作战舰队的蓝图，因此当时中科院才会催生了这个初期研制150公里射程的超音速反舰飞弹，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雄3飞弹。快要20年前，台湾就已经掌握到大陆发展的6个航母舰队计划。如果造出来，到底这个威胁性有多大？那接下来中国会如何运用这6航母的战力？委员又怎么看？张神是我老朋友了，不过他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我们台湾军方根本在吹大牛。第一个，雄3飞弹射程顶多200公里，怎么打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的安全范围至少600公里啊，600公里什么东西靠不近啊？除非你有高超音速导弹。这个超音速导弹就打不到航母啊。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尽管说航空母舰辽宁号通过台海1次，山东号通过台海2次，然后最近的这个福建号通过2次，对啊，一次是服役前，一次服役后，他也没有办法在台湾海峡作战啊，因为台湾海峡不需要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是你没有机场的时候才要航空母舰呐，所以对于这个要打台湾的话，火龙弹就够了，又便宜又量又大。那雄3飞弹基本上是装在台湾的船上的，我很不客气的讲，像 CSIS 的兵推，半个小时台湾海军全死，要用火龙弹密集打5000颗一下来，机场全毁，指挥所全挂，包括陆军总部全从地球上消失，5000颗火龙弹，谁挡得住啊？没有人挡得住啊！而且火龙弹无法拦截。什么都拦截不好，因为他的东西很便宜，你有什么用？爱国者飞弹怎么打？而且爱国者飞弹只要出现第一下就被打挂了，这是我们的问题，根本没有连拦截跟抵抗能力，还讲说150公里的船，可以发射雄3飞弹第一次乱打的时候，就是我揭露的
第一个时间我就揭露这个事了。那时候国防部长、行政院长、总统都还不知道。那身价不是章程告诉我的哈。那所以这两件事情不一样。在谈大陆的这个航母计划，其实大陆在很早就有人在内部海军研究说，我要做多几艘才能防御台湾的，就像那个丽江的海权，他从海权论去推了，可大陆没那个能力啊，2000年啊没那个能力啊。他真正的突破是在什么地方？是真的想做是1996年台海危机，2艘美国航空母舰靠在中国大陆沿岸，解放军空军就不敢动啊，就是对解放军是很大很大的刺激。然后1996年，他到2002年才买到瓦格良号。好，观众朋友，今天这一场中日大战，我们要来看到在钓鱼岛这边也是全面爆发吗？另外，今天也会关心到是全球最强的雷射武器会做一个对决，中日之间我们会来看到的是燎原1跟飞鸟号来做一个 PK。最后，我们今天也会关心到的是福建号穿越台海的目的是为作战预做一个预演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包括第一个问题：钓鱼岛会先开火吗？大陆的海警已经30天了，巡航钓鱼台是警告日本，还是准备接管，随时会做开火呢？第二个问题，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武器面，在雷射武器到底是谁比较强？日本它的飞鸟号对上中国大陆的燎原1，算是一场军备的竞赛吗？还是已经被全面碾压了呢？最后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福建号，它的航行方向是穿越台海，这个目的为何？是在为下一场战争预做铺路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中日关系现在逼近一场比较极度危险的红线。我们来看到的是最新的情资显示，大陆的海警连续30天了，都在钓鱼岛的海域这边做一个常态性的巡航，不只是单纯的一个巡逻而已，宣告的是常态化、军事化、长期控制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也有学者特别就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说中日关系如果持续的恶化，接下来的军事摩擦第一枪，他认为发生的地点就会是在钓鱼岛。3个原因，为什么钓鱼岛容易发生冲突？第一个，指出中日台目前都主张拥有钓鱼岛的一个主权，所以呢，主权争议清楚，他国也会极难的介入。第二点是钓鱼岛台的位置，它离日本本土又比中国大陆还要更远，日方长期的巡航执法的难度确实看起来是比较高的。最后是关于美日安保了，它存在一个灰色地带，川普到现在都没有亲口承诺安保会涵盖在钓鱼岛的位置上面。不过也有学者他认为说，目前川普着重在跟大陆做交易，他不会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上面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更不会为了一个所谓的交实跟习近平交恶。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个钓鱼岛是为何目前被视为是中日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第一战场？中国大陆的海巡已经连续巡航30天，在这附近向日本要释放什么样的讯号？对，我想我们在先前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提过了哦，就是很显然的。北京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让这件事情善了哦。也就是说，从高市当时的失言风波之后，你就会看到北京政府对内跟对外哦，几乎已经是展开全面的大内宣跟大外宣，然后炮火就直接指向高市啊，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停歇的状况哦。就是我才刚从上海回来。就除了前2天这个新闻都在报黎智英被这个判有罪的新闻以外，除此之外，几乎每天的这个重点新闻一开始都先骂高市大概20分钟。所以当你看到北京政府对内哦用这么高规格的大内宣的时候哦，你就可以强烈的可以感受到，他如果希望这件事情善了，他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等于是煽动了整个中国14亿人口的民族情绪了。就是如果曾经去过这个大陆或者常去大陆的朋友哈，就可以了解说，我说过嘛，你在大陆哦，你每天晚上打开那个连续剧，它的卫视哦，大概有10几20台，全部都是抗日的，各式各样的抗日哦。然后呢，
怎么对这个日本的伪政权啊，怎么在上海进行这个间谍的行为哦，几乎全部都是抗日。你再看看最近在这个中国大陆电影院演什么？他们前一段时间才演完731部队，接着演南京照相馆。就这些电影，连我进去看了，我都会掉泪了，我都实在看得不忍心，我都不敢进去看了。可是当你想到他的电影院放的是这个，他的电视台演的是那个，然后呢，整个国内的大内宣全部炮口指向日本，这就代表说，恐怕不是高市几句试图要转圜的这种退让的态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你说高市有没有试图转圜？他有，但是呢，他讲的不明确，所以呢，他承认这个台湾跟这个中国的问题，日本不应该介入。这个什么台湾这个中国的一部分啊，中国是唯一的这个代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这个合法政府，这些是高市讲的。可是尽管高市这样讲了，北京还是不买单。所以呢，除非今天日本在这个事件上愿意全面的收回哦，而且更正。那么当然，随着这个态势持续的升高，在钓鱼台海域发生冲突有没有可能？极有可能。我上次就已经讲过了，这位学者讲的跟我讲的几乎完全雷同嘛。因为这是一个主权问题，在主权问题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介入主权纷争的。就你现在看到泰缅打成这个德性，你有看过哪一个国家可以介入帮泰国或帮缅甸吗？它就是一个主权纷争啊。主权纷争在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发生。但是这种小规模的冲突，其他的国家，除非你也有宣告主权是这个属于你的，否则你要介入实在是太难了。那更不要提到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试图要给日本一个教训，而这个教训又必须师出有名，不能够背上这个侵略或者是率先攻击这样的包袱，那么钓鱼台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好，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于中方的动作，就是在钓鱼台这边连续的30天的巡航。那日本现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态势，它一方面也持续的是在升高冲突嘛，因为它现在目前是在琉球离岛，也就是日本这个所称的冲绳部署了雷达的部队。那另外一方面，除了雷达部队之外，它还高调释出它的这一款武器，雷射武器，它是叫做飞鸟号，搭载100千瓦的一个雷射武器。那中国大陆今天我们说会做一个 PK 嘛。大陆的武器最新一代的是它的燎原1高能雷射系统，它现在目前性能是比较明朗的。我们看到这个表格哦，目前来看到它的射程是20公里，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数字。那日本没有公布，那它的性能还包括5秒内可以熔毁超音速的飞弹导引头，所以我们特别请将军来带我们看日本把它的雷达跟雷射部队放在冲绳离岛，会对解放军造成什么样子的压力吗？另外2款的武器飞鸟号跟燎原1的差距，谁还是这个海上海战规则的最强王者？将军怎么看？我们先不要讲说对空射击，我们讲水平射击好了。我想华干当过兵，一定有这个印象。我们都教兵，你归零175公尺，归零完以后，如果目标出现在300公尺，你要瞄准的是敌人的头部来做射击。为什么瞄准头部呢？因为你打出以后，那个子弹是有受地心引力影响，它是一个抛物线，到达175是在交汇点，那过了175之后，它就往下面掉。那你想想看，对空射击那更难了。以前我曾经打过，我带部队曾经对空射击过。你不要讲说打飞机了，光打一个气球，我们一个全连打了半天，打了这个数千发子弹，那气球都没打破。为什么？因为子弹飞出去，它是一个抛物线的。那如果气球在动的话，你还要算它前置量。你说无人机来讲的话，正面飞行、侧面飞行、45度的飞行，那个算的前置量都很难哈。那子弹飞行它有一个它那个初速跟它的这种距离有关嘛。你如果越远，它子弹飞的时间更久，所以你要算它前置量。那现在好了，如果说是这个不管是舰艇或对各种无人机的武器射击来讲的话，如果用传统的弹药你必须要很精准的算好它的前置高度，还有抛物线，你都要整个考虑在里面。所以通常都用雷达、用电脑来计算这个枪口要瞄准目标什么地方。那如果说是用雷射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因为雷射它是属于直线的，它不会有抛物线的问题。那它直线来讲的话，它速度又跟这个光速一样快，所以你可以说瞄到哪里，它就打到哪里。我们以一个舰艇来讲，一个舰艇最后一道防护，我们都知道
在美军体系来讲，我们叫方阵快炮哈，这个防护的距离大概3到5公里，那它也是用雷达扫描之后一阵这个速度很快的打出一个弹幕出去，让你的飞弹来撞到这个弹幕上面。那这个解放军他们用的是1130快炮哈，但是这些毕竟是弹药，那你的距离射程有限，因为你子弹的射程受限于这个，所以现在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激光武器。第一个，它是用光，它是走直线，而且速度又很快，可以很快。那解放军在这方面来讲，它已经有很长足的进步，而且已经用在实战方面了。我们不要讲这是燎原1号，我们讲之前他卖给中东沙特的叫做极尽狩猎者，就是一种激光武器。因为沙特那边经常受到这个也门组织，他们用无人机骚扰他的油田，所以他为了打这个无人机，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极尽狩猎者激光武器来打。但激光武器极尽狩猎者在那个时候，因为受到沙漠这沙尘的影响，因为它毕竟是一道光嘛，这光当如果说碰到风沙或者是云雾或者雨水等等来讲的话，它的效能就会失去了。所以，但是他继续后面的研发以后，他发明了所谓燎原1号。那我们目前看这个数据，如果跟日本的飞鸟1号比较起来的话，它300 kW 对100 kW。那功率越大，代表一个就是它射程可以越远，可以射程越远。那它目前来讲是说20公里。那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日本飞鸟1号100千瓦的话，大概我想最多就是这个6到8公里左右，按照这个比例。第二个来讲的话，瓦数越高，它销毁的速度，它溶解的速度会越快，它就是将你的弹头溶穿烧毁掉。那按照燎原1号，它的20公里。它大概瞄准一颗导弹，将它烧穿大概要5秒钟，它一直盯着它，一直让大概烧5秒钟，将它烧毁掉。那日本的这一款这飞鸟号上面来讲，如果说是它功率不高的话，如果说是要超过10秒钟以上，你才能够将弹头烧毁的话，那你就很可能脱锁，你就不见得会烧毁。那除非说是这颗导弹距离你的距离更近，你才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将它销毁。那第三个，我认为说燎原1号为什么优于日本的飞鸟1号呢？因为它已经实战部署了，它已经摆在它的07这个2栖登陆舰上面这个叫做四明3号。那各位可能很有趣，为什么摆四明3号？为什么不摆更强大的055福建舰这些军舰？因为四明3号07是船坞登陆舰。那船坞登陆舰你知道吗？它在登陆的时候，它一定要停在所谓的换乘区，就是大船换小船的地方。它会在那边停留时间很久，而且它这个周波的时间距离大概10到2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距离来讲，会被守备部队来讲用无人机攻击的距离。第二个来讲的话，你在那边停留时间长，就很容易遭受到守备部队用这个火炮对你来攻击你不能说停到那边马上就走，你很难闪躲，你又在那边停到所有大船换成小船，所以我觉得这种武器放在四明3号，它当然就最符合它实战的需求，因为这条军舰要在那边做2栖登陆，它可能要在那边停上1个钟头。那在这种状况，遭受到无人机或者导弹的攻击几率最大，而且它的距离岸边的距离又最近。这时候如果说它有这种燎原1号这种雷射的武器，可以对它做最后一道的防护来讲，不管是对导弹或者是说这个无人机都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防护效果。所以解放军已经实战部署了。那比起日本来讲，现在还是实验的阶段。那我觉得说是燎原1号应该是略胜这个日本的飞鸟号一筹。好，刚刚将军特别帮我们就这个中日之间的这个2款不同的雷射武器做了一个性能上面的一个比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持续的关注在中国大陆的航母的动作，因为最近真的是比较多。先前我们报道过，这个是辽宁号嘛，沿着日本的周边走。现在最新的进度，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大陆海军巨无霸福建号。这一回呢，16号被直击了，它航经了台湾海峡。目前在这个目前的状况来看，甲板上是没有任何的舰载机的，但是外界也开始做解读，它的目的是要北返长兴岛进行缺失修正吗？但是重点也不是飞机本身，而是它这个航线本身被视为是具有在军事跟政治上面的意涵。那他们也认为这个是在实战前面的一个航线模拟的演练，是这样子吗？干哥怎么解读？国防部长我们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说，他这次回去没有带舰载机，代表是什么？代表他回到长兴岛的造船厂进行缺失改正。这种话不是一个没有，就说没有
他根本没有接触过军旅生活的人讲得出来，那是幕僚告诉他的。他知道什么叫缺失修正。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福建舰是第6次部署，它还在修正的阶段状态，所以那一定是国防部联参联2情报参谋总部来告诉他的，对，他才会知道，不然一般人是根本就不会知道。那好，没错，福建舰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什么十字路口？也就是你现在高市早苗的这些言论，代表不仅仅是钓鱼台，甚至是台海，都可能面临直接而显而易见的动员，或是危险啊，不管是任何情况，所以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新一代航空母舰的电磁弹射系统以及它的舰载机的系统完备，是不是可以达到可以担负起作战任务？这是最重要的，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们还有2艘航空母舰，没错，但实际上你真的如果打起来的话，一定是福建舰率领。为什么？因为它是全新设计的，而且它载有歼35。歼35在前面2艘航空母舰是上不去的哦，包括辽宁号跟山东号是上不去的哦，只有福建舰能够载。所以那个叫技术验证，技术验证是在福建舰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好像似乎都已经完成了，所以这次没有载舰载机。那他回到长兴岛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他等到他再下一次部署，那就叫什么？那就叫正规部署，叫真的要你随时准备。正规部署的时候就是干嘛？有任何风吹草动，你就要准备你的飞机是要去打的。现在大家都是演习，现在我的歼15或歼16飞上天，跟你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对阵，即便真的开了火控雷达，那都是一种试探。可是你随时要准备，不是试探，要真打。所以福建舰它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它越过这个阶段之后，它只有往前冲了，没有回头路了。那你现在我想请问一下，海军现在到底有没有准备好？这就是对于整个地缘战略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是福建舰这一次回去整备之后，它下次出来的话，它就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武士已经准备好了它的装备，准备好随时可以接下战备任务。而那个战备任务一下达的话，不论成败，你就是一定要干嘛？去达成任务。所以福建舰这一次的这个返回母港，其实大家不要看啊，来来去去好像都是常态，不是常态。它下一次部署，它一定要完成战备，这是它最大的意义所在。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